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我们将学习的内容是含水及多层油舱油井流入动态。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弄清楚了地层渗流过程中不同油舱类型，比如未饱和油舱、饱和油舱、气顶油舱，在单向原油渗流、油气两相渗流以及单向与油气两相渗流并存时的流入动态曲线的合取方法。但我们在讲解过程中都假设为油层是单层或层间差异很小，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个单层的油舱，因此没有考虑层间差异较大的多层油舱合采的情况，也没有讨论地层中水参与流动的情况。事实上，油井基本都含水，即水会和原油一道同时参与地层渗流。水既可能来源于含水油层的层内水，也可以是边水、底水或注入水。因此，本次课我们将学习油气水三相渗流的油井流入动态和存在较大层间差异的多层油舱合采油井的流入动态。首先，我们学习油气水三相渗流时油井的流入动态。地层中油气水三相渗流是十分复杂的，其流入动态曲线的合取是比较困难的。这里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种简单适用的巴西石油公司的处理方法。一般水区油舱的地层压力保持水平都较高，假设地层压力都是大于原油泡点压力的，如图所示，已知地层压力 PR、泡点压力 PP、含水率 FW 和采液指数 JL。 巴西石油公司从几何学的角度导出了油气水三相渗流时的 IPR 方程。 IPR 曲线为图中红色线，图中的虚线表示假设含水率 FW 等于1时单向水流的 IPR 曲线，采水指数 JW 与采液指数 JL 相同，理论最大产水量位于1点。图中黑色实线表示假设含水率 FW 等于0时的单向油流和油气两相渗流组合的 IPR 曲线，直线段采油指数 J0 假设等于采液指数 JL， 对应最大采油量为 Qmax， 图中的 C 点。红色实线是某个稳定含水率情况下的油气水三相组合 IPR 曲线，图中例子含水率 FW 取值 0.8， 其最大产业量 QLmax， 图中的 D 点介于最大采油量和最大产水量之间，即 D 点和1点之间。从图中红色 IPR 曲线可以看出，巴西石油公司借鉴了直线加曲线组合 IPR 方程形式。 IPR 方程的基本公式为，这同样是一个分段方程。它是怎么推导得来的呢？首先，我们绘制出 FW 等于1时产水指数等于 JL 的单向水流 IPR 曲线，图中为蓝色线。然后绘制 FW 等于0时产油指数等于 JL 的单向和油气两相组合的 IPR 曲线，图中为黑色线。其中 B 点对应泡点压力 PP 和产量 QB。 接下来根据产业量的大小，将油气水三相渗流及红色的 IPR 曲线分为3段。第一段 QL 小于 QB， 对应的井底压力为 PWF 大于 PB， 直线 AB 段。该段只有油和水参与流动，没有气体参与流动。在给定的含水率 FW 情况下，采液指数可简单视为恒定，其表达式为其中水和油的流度
在给定含水率情况下可视为常数，因此 IPR 曲线为直线，直线段的 IPR 方程可表示为：当井底流压为泡点压力时，对应的产业量 Qb 表示为 Qb 等于 JL 乘以生产压差 PR 减去 PB。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段。第二段 QL 大于 Qb 小于 Qmax， 曲线 BF 段。该段为油气两项渗流 IPR 曲线 BC 段的产量范围，即 Qb 对应 B 点 ，Qmax 对应 F 点。BF 曲线段属于油气水三项都参与流动，非常复杂。巴西石油公司采用含水率加权的思路，简化了推导过程。即假设产业量为 QL， 则垂直于产量轴的子线分别与单向水渗流 IPR 曲线、油气两项渗流 IPR 曲线相交，交点对应的井底压力分别为 PWFW、PWFO。巴西石油公司认为，油气水三项渗流在产业量为 QL 情况下，对应的井底流压 PWF 可以用含水率加权来求得，即井底流压 PWF 等于 FW 乘以 PWFW 加上1减去 FW 再乘以 PWFO。根据水相 IPR 方程，可求得产水情况的井底流压 PWFW 等于 PR 减去 QL 除以 JL。根据油气两项渗流 Vogel 方程，可得到下面的式子。式中 Qv 可用 Qmax 减掉 Qb 代替，于是有方程。这样，不难根据1元二次方程的根，得到井底压力 PWFO 的计算公式，表示为：将求得的同一产量 QL 的单向水流、油气两项渗流的井底流压代入 FW 的加权公式，就得到油气水三项曲线 BF 段的 IPR 方程，即第三段 QL 大于 Qmax 小于 QLmax， 直线段 FD。由于该段产量大于了 Qmax， 油气两项渗流的 IPR 曲线无法再借鉴，于是将 FD 段简单视为直线处理。由于 F 点必须满足光滑连接，因此 BF 曲线段在 F 点导数就是 FT 线段的斜率。假设 F 点的导数为 K， 也就是 FD 直线的斜率为 K， 则对应任意位于 CD 段的产量 Q0， 其对应的井底压力就是 X 点的纵坐标，数字上等于 CG。CG 等于 CF 减去 FG。由于 F 是 BF 曲线段的终点，因此 CF 值可由曲线段 BF 方程算出，即令 QL 等于 Qmax， 代入曲线段方程，可得 CF 的表达式。FG 就是直角三角形 FGX 的一条边 ，FG 等于 GX 乘以 tan θ。GX 是产量 QL 和 Qmax 之差 ，tan θ 就是 F 点的导数的负数。根据曲线 BF 方程，可求得 F 点的导数为9减8乘以 FW 除以 JL。代入上述方程，就得到 FD 段的 IPR 方程。这样，我们就获得了油气水三项完整的 IPR 曲线方程。接下来，我们谈谈油气水三项 IPR 曲线的绘制。根据推导，油气水三项 IPR 曲线方程的形式是分段方程，表示为：其中 Qb、Qmax、Qlmax 可以用公式算出。根据方程，我们不难发现，在含水率 Fw、地层压力 PR
和含有饱和度 Pp 已知的情况下，只要知道了直线段的采样指数 Gl， 就可以方便的绘制出 IPR 曲线。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稳定测试点，根据测试点所在的位置，选择相应的分段 IPR 方程，就可以计算出相应的直线段的采样指数 Gl， 这样就可以绘制出3项 IPR 曲线。具体的过程这里不再赘述。前面我们讨论了单层游程或多层游程呈现差异小，可视为单层处理的油井流入动态。接下来我们讨论呈现差异大的多层油长油井的流入动态。如图所示，3层油长的基本参数为：第一层油层压力12兆帕，渗透率38个毫达西；第二层油层压力10兆帕，渗透率54个毫达西；第三层油层压力14兆帕，渗透率12毫达西。对于呈现差异大的油长，我们常常采用分层开采的方式进行生产，这样就可以避免层间干扰。此时全井的流入动态是3个层流入动态的叠加。绘制步骤为：第一，根据隔层的地层和流体参数绘制隔质的 IPR 曲线，将隔层的 IPR 曲线叠加，绘制出全井的 IPR 曲线。全井的采油指数等于隔层的采油指数之和。如图所示，在流压开始低于14兆帕以后，只有3号层在生产。当流压降至12兆帕和10兆帕时，1号层和2号层陆续投入生产。其 IPR 曲线的特点是，水流压的降低，因着贡献小的层数数量增多，采用量将大幅上升，采油指数也会随之增大。对于层间差异大的油层，如果不采用分层开采，而采用笼统开采的方式，那么层间就会出现干扰或串流。这种情况下，油井 IPR 曲线动态怎么计算呢？这个问题就作为今天的思考题。最后，我们讨论一下具有含水夹层的油水流入动态。一般来说，含水夹层在完井时是不容许射开的。这里姑且认为油井是螺尔完井，油层附近有含水夹层，或者多层油长中笼统生产一段时间以后，高深油层已完全水淹，相当于高压水层或低压水层。为了简化问题，如图所示，我们假设水层的压力高于油层压力，且满足单向渗流规律，所以 IPR 曲线都为直线。由于水层压力高于油层，这种笼统生产的井一定会产生层间干扰或串流。这种情况，油井生产就与上面的思考题有些相近了。怎么分析这类油井的流入动态呢？其生产又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油层和水层的相互干扰。第一步，分别绘制油层和水层的 IPR 曲线，这可以根据油层的采油指数 J0、水层的采水指数 Jw 和隔质的地层压力进行绘制。如图所示，蓝色 C 线表示高压水层 IPR 曲线，黑色 B 线代表油层的 IPR 曲线。第二步，做油层的 IPR 曲线的延长线至任意点，如 B 点，则 1B1 撇代表油层的吸液曲线。这里我们假设吸液能力和产业能力相同。第三步，求取该井的损失关井压力 P 关。我们知道，当井底压力逐渐从高压水层的地层压力 PSW 开始下降时，如下降到 A 点，此时水层的生产压差为 PSW 减去 PWF， 产水量为 AB。由于此时井里流压 PWF 大于油层压力 PSO， 油层是不会产油的，反而是水层产出的水会串流进入油层。此时油层的注水压差为 PWF 减去 PSO， 可以吸收的水量为 AB1 撇。很明显，油层可以吸收的水量大于水层的产水量，也就是说，产出的水量会全部串流进入油层。
井筒和地面都不会产水。随着井筒压力继续降低，水层产水量逐渐增加，油层的吸水量由于注入压差的降低而逐渐降低。当水层产水量等于油层吸水量时，此时对应的井底压力就称为损失关井压力。这一过程可以描述为：以纵轴为中心线，将 EB1 撇线对称折到纵轴的右侧，得 ED 线。D 点为与水层 IPR 曲线的交点，以 D 点为起点，着平行于 X 轴的平行线，得到交点 C 和 D 一撇，其中 C 点压力就代表损失关井压力。此时 CD 等于 CD 一撇，即产水量等于吸水量。从理论推导来讲，损失关井压力即地面产量为0时对应的井底最大流压，可以用方程表达为，于是关井压力的表达式为第4步绘制串流 IPR 曲线。当井底压力从损失关井压力起继续下降，水层产水量将大于油层的吸水量，也就是说，水层产出的水油层不能完全吸收，将有一部分水产出到井筒，流至地面，油井地面开始产水，含水率为100%。直到井底流压下降至油层的地层压力 PSO 时，油层不吸水，水层产出的水将全部产出至地面。在梯形 CDEF 中， CD1 倒三角形代表油层的吸水量从最大逐渐减小到0， DEF 蓝色三角形部分表示油层吸收不了的水产出至地面，产出至地面的水量逐渐增加。DEF 蓝色三角形部分表示油层吸收不了的水产出至地面，产出到地面的水量逐渐增加。ED 线即为串流 IPR 曲线。第5，单向水产出 IPR 曲线。图中蓝色三角形代表高压水层产出至地面的水量，在井底压力位于 P 关至 PSO 区间的每一个压力点上，用高压水层总的产水量 DF 线减去低压油层的吸水量 D1 线，即可绘制出单向水的产出 IPR 曲线 CF。 第6，绘制油水同产 IPR 曲线。当井底压力低于油层地层压力 PSO 以后，高压水层产出的水不再窜入油层，产出的水同低压油层产出的油一道，经井筒产出至地面，地面产业量就等于产油量加上产水量，产业指数呢就等于产水指数加上产油指数。可根据产业指数绘制出 IPR 曲线 F 扣。需要注意的是，在井底压力从 PSO 逐渐下降的过程中，产油量逐渐增加，因此油井的含水率逐渐下降，对应下部的蓝色曲线。在油层和水层 IPR 曲线的交点 T 上，油水产量相同，含水率为 50%， 随地层压力继续下降。由于产油指数大于产水指数，含水率逐渐降低，但下降的幅度变缓。这就是低压油层和高压水层串流的分析方法。最后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在具有含水加成的流入动态曲线分析中，如果油层压力大于水层压力， IPR 曲线会怎么变化呢？如果水层产水指数大于油层的产油指数，油井的生产动态又会怎样呢？在本节中，我们主要阐述了油气水3项和多层情况的 IPR 曲线绘制方法，它与油田的实际情况非常的契合，希望同学们好好掌握。